决定回家苦求奶奶后，战一阳没有在杜家待太久。不过在杜雨萌的劝说下，他捏着鼻子喝完了那碗姜汤。杜雨萌亲自送他出屋，送他到别墅门口的。战四少回去后记得看看医生，吃几天药，别大意。杜雨萌跟出来，主要是叮嘱战一阳回家后看看医生，免得大病一场。平时身体很好的人，一旦生病了，往往会来势汹汹。身体是我自己的不舒服，我肯定会去看医生的。杜小姐不用担心我的，哪怕我因为今天的事生病，也是我自找的，不会怨你们。战一阳认为杜雨萌是怕他怨怪杜叔，除此之外，他不敢设想其他。杜雨萌笑了笑，替我向战奶奶和海童问声好。等到海童生娃了，我再过去看他。他已经为海童和沈小军肚里的宝宝准备了礼物。在他们生了娃，宝宝满月了，他要过去喝满月酒，准备的礼物送上。能不能当妯娌另说，他和海童等人结交，还是要保持着来往的。不来往，再好的朋友也会散掉。好，我会将杜小姐的问候带到。战一阳深深地看了杜雨萌两眼，便走向他的车子。很快，他开车离开。等他的车子看不见了，杜雨萌才往回走。回到屋里，看到了父母。杜雨萌说：“父母，怎么不在大伯家里住下来？”杜父嘿嘿地笑，同一个大门口出入，还算住在一起的，何须在你大伯家里住下来？那臭小子走了，怎么爸还想留他过夜？杜雨萌走过来，在沙发上坐下。你这丫头，爸那是替你出气，你还不乐意了？怎么还爱着他？心疼他了？他在外面才站了多久呀？你妈怕他会冻成僵尸，赶紧上楼去告诉你了。爸也只让他脱掉外套，又不是叫他脱光上衣，光着上身站在外面吹北风。那小子那样对你，爸早就想揍他一顿的了。你不让爸动手，爸只能整他一整，他可以不听我的走人的呀，谁叫他要听我的？杜父是觉得只让战一阳站2个小时是很轻的惩罚了。战一阳后面没有战家撑腰，现在早就不能走路了。他会打断战一阳双腿，当一辈子的光棍，叫他嫌弃萌萌。感情的事无法勉强，他不喜欢我，总不能逼着他和我在一起吧。他发现始终无法爱上我，及时跟我坦诚一切，并没有再吊着我，已经算可以的了。不像有些人不爱也不说，一直吊着人家，等到自己找到了真爱才说不爱了，一句对不起顶什么用？那种人才讨厌。你就替他开脱，替他说话吧。女儿还会替战一阳说话。当爸的岂有不知道女儿心里其实还有战一阳的位置？爱上一个人很容易，但忘掉爱过的人很难。他闺女母胎单身20几年，感情方面过于薄弱，简直就是一张白纸，被撩妹高手一撩就动心了。战一阳，他不是撩妹高手，他唯一追求过的女人就是杜雨萌。战一阳怀疑杜雨萌就是狐狸，若真的是同一个人，他的确是只追求过杜雨萌。动了大半个小时，他没事吧？杜夫问了句。杜太太接话，萌萌让管家给他煮了1碗的姜汤，知道那小子不爱吃辣，我特意让管家加了很多很多的姜，绝对辣。管家说萌萌让他喝完了才走的。闺女让战家小子喝姜汤，那么辣，那小子都肯喝下去，还是给闺女面子的，看来并不想和他们杜家闹得太僵。便宜他了。萌萌，他来找你做什么？杜父关心地问道。是来求复合的吗？如果是那样，你不要轻易答应他，要让他重新追求你一次，还要让他追求至少2年的时间，你才能答应他，让他知道珍惜你。人都是那样，容易得到的不知道珍惜，越是难得到的越会珍惜。杜雨萌应着爸妈想多了，战一阳是来问我另外一个女人的下落，他以为我知道，那个女人才是他的心上人。闻言，杜先生夫妻俩都黑了脸，觉得战一阳就是往女儿的伤口上撒盐，真该让他脱光上衣，在外面站上半天再跟你说的，没有冻死他，错过了机会。杜先生恨恨地道。杜太太则是说道，
我应该让管家只放1片姜的，姜放了那么多，驱寒效果好呀，浪费了我那么多的姜。杜雨萌失笑的道，其实他问的那个女人是我。杜先生看着女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杜太太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好奇地问道，萌萌怎么回事？战一阳的心上人其实是你，那他不知道。杜雨萌便将自己在外面混的时候混了几个绰号，其中一个绰号是百变狐狸，而战一阳爱上的便是百翼狐狸，等于是爱上他，不过是爱上披着马甲的他。杜先生夫妻俩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。他们知道女儿不像表面那般端庄，没想到女儿还混回了不少绰号。战一阳一点都没有发觉，他要是发觉了，我还用混呢。不过他怀疑了，苦于没有证据证明是我而已。战奶奶和海童夫妻俩可能知道，他们并没有明着告诉战一阳，存心看戏呢。杜先生问道，不是说你易容术高超吗？战家老太太是怎么知道那些都是你的马甲？他老人家什么时候相中了你，把你安排给战一阳？我的宝贝女儿竟然被人偷偷相中，选定为孙媳妇，我竟然一点都不知情。想想杜先生都觉得战家的老太太很可怕，也厉害，挑中的孙媳妇就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，都是厉害的。他老人家有9个孙子，都由着他挑选孙媳妇的话，以后战家的姻亲更牛逼，人脉也更广，权势将更上一层楼，当然战氏集团也会越来越强大。有那么睿智的老太太把持着一个大家族，那个大家族想不发达不兴旺都难呀。杜雨萌默了默后说道，我也不知道，若不是战一阳说，我都不知道这一切。战奶奶我见过，跟着师傅在战家做客时与战奶奶相处过，战奶奶是个很好的老人家，跟他老人家相处得很愉快，毫无压力。只看表面的话，真看不出来战奶奶那么厉害，不愧是连苏家都敬着的人。就是我师傅对战奶奶态度很温和，不敢端着高人的架子。我师傅说战奶奶年轻时牛逼哄哄的，战家能有今天，战奶奶功劳是不小的。就看战奶奶和已故的战爷爷培养出来的8个孙子，就知道他老人家多厉害了。杜太太接了句话，战家这一代不是有9个少爷吗？战九少由于年纪最小，主要是由他的父母以及哥哥们教导的，战奶奶略指导过，他不能说是战奶奶和战爷爷亲自培养出来的。老九还在读书，未成年呢，哪怕知道他以后也会成龙，在外人的眼里，战家老九是龙是虫还是未知数的。萌萌，既然战一阳爱的人还是你，当初你怎么不跟他说清楚，也不至于被伤一回。杜太太心疼地说着女儿，在她看来，不管是狐狸还是杜雨萌，都是她的女儿，也是同一个人。当初告诉了战一阳，至少女儿不用被伤到。我又不难过，只是当时有点难堪而已，在咱们海市。我杜雨萌也是天之娇女，女中强人，自是甚高的人，竟然被我的马甲比下去了。战一阳甚至都不知道披着马甲的我叫什么名字，真正长什么样，家世背景一概不知。输给真正的我，这让我有点哭笑不得，难过并不难过，因为知道战一阳真正爱的人还是他。战一阳说他之前反复做同样一个梦，梦里与我纠缠不清，而战奶奶交给他的相片是真正的我。他说相片和梦里的我不一样，等遇到披着马甲的我，他就不由自主被我的马甲吸引。这么离奇的事都有，你们以前都没有见过面，他也能反复梦到你。杜太太惊叹地道，你们俩前世也是夫妻，就算不是夫妻，也是有感情纠葛的，纠缠不清，这辈子继续纠缠下去，缘分呀。怪不得战一阳想着的是狐狸，原来他和狐狸早在梦里纠缠了很长时间，先入为主了。杜雨萌，妈，你电视剧看多了。好吧，那样的事的确让人惊讶。他以前真的没有见过战一阳，战一阳那个时候还没有从他奶奶那里拿到他的相片，
他是怎么会梦到与他纠缠不清？难道真有上辈子？他上辈子和战义阳有感情纠葛，上辈子没有理清楚，这辈子继续缠在一起。不管怎么样，那小子以后都是栽在你手里的。爸的心里舒服多了，得亏没有让他冻太久，万一冻病了、冻残了，是我闺女吃亏。杜先生庆幸地道。杜宇萌笑，刚才父亲还说让战义阳吹北风的时间太短，现在又庆幸没有冻死战义阳。人呀，变化真快。战义阳当天就坐着飞机飞回了管城。他回来的这天是海玲夫妻俩去周家接洋洋的日子。洋洋就是回周家住上2天，陆东明就天天念叨着，隔1-2个小时就要和洋洋视频一次。为了能和洋洋视频，陆四少爷那是捏着鼻子，厚着脸皮添加了周红林为微信好友，方便他能和洋洋视频通话。然后他和海玲恩爱的点点滴滴，他发到朋友圈去，只给周红林看，让周红林羡慕嫉妒恨吧。此刻的周家，周红林亲自给儿子收拾衣服，他慢悠悠地折叠着儿子的小衣服，想借慢动作多留儿子一会儿，就让陆东明在楼下等着吧。陆东明坚持要和海玲一起过来接娃，又不想上楼，便在楼下等着。海玲也不想再进周家门，在楼下等着，还能和以前的左邻右舍聊聊天，话家常。通过左邻右舍的嘴，海玲还知道了很多前夫家里的破事，无非就是钱大姑子喜欢回娘家占便宜的事。真的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呀。周家出了那么多事，周红英竟然还能心安理得，继续回娘家占便宜。以前周红林帮着姐姐，有钱宁愿给父母花到姐姐一家人的身上，也不愿意多给他母子俩一点生活费。是他养大了他姐姐的胃口，是他父母宠坏了他的姐姐，让周红英成了自私自利，永远只想着自己的人。周红英还想吸洋洋的血呢。海玲对钱大姑姐那是一点好感也没有，如果可以，她也不想让儿子和周红英接触。还有小宝他们有周红英夫妻俩那样的父母，小宝能好到哪里去？前夫家的事与他无关。海玲听着前邻居们告诉她的八卦，只是听着，并不多嘴说什么。洋洋见爸爸折叠衣服的动作太慢，他心急地想下楼，便对周红林说道：爸爸，我自己来收拾吧。平时小姨要求他要学会自己折叠衣服、被子，每天起来最好就能够自己叠好被子，让床上保持着整洁整齐。洋洋是会收拾的，不用爸爸来就行。洋洋，你去看看你的玩具收拾好了没有，有没有漏掉一个？周红林那是刻意的，他现在和陆东明争风吃醋，争的是洋洋，并非海玲了。对海玲，周红林是死了心的，不死心也不行。毕竟是他先提出的离婚，也是他先再婚的。儿子是他的血脉，如无意外，洋洋就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孩子了。就这么一个孩子，以后要叫陆东明爸爸。周红林那个酸呀，不就跟陆东明争风吃醋了？陆东明在朋友圈发他和海玲恩爱的点点滴滴，周红林就在朋友圈发他和洋洋相处的点点滴滴。父子俩有几分的相似，又是亲父子，血浓于水，骨肉情深，很快就能处出感情。父子俩亲昵的相片，怕是刺激了陆东明。陆东明今天早早就过来了。海玲本来说好傍晚再过来接洋洋的，陆东明非要现在就接走洋洋。爸爸，我都收拾好了，也检查过了，没有漏掉东西。洋洋答道，他不知道父亲是故意拖拖拉拉，不想太快送他下楼，忘记带回家也无所谓。我以后还会过来陪爸爸的，爸爸不是说这里永远都是我的家吗？洋洋觉得就算忘记带走一样东西，下次过来再带走也是一样的，没必要今天全都带走。有妈妈的家是他的家，有爸爸的家也是他的家。周红林温柔地应着，是的，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，只要有爸在，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。洋洋，
你先去陪爷爷奶奶看会电视，爸爸很快就能收拾好。爷爷奶奶给你买的吃的喝的，你都带回去。洋洋跟着继父和亲妈生活，是什么都不缺。不过爷爷奶奶给他的买的东西，都是爷爷奶奶的一片心意。周鸿林希望儿子能够和他的父母相处融洽，忘记他父母曾经偏心小宝的事。爸爸，我不想看电视。爷爷奶奶看的电视他不喜欢看，他想看的爷爷奶奶又不喜欢看。妈妈和小姨都教过他要尊老爱幼，爷爷奶奶是长辈，他要尊老，就跟爷爷奶奶争电视看了。有爸爸陪着他，他也不想看电视。这2天在爸爸家里，爸爸没有出去跑车，一直陪着他，带他到处玩，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。洋洋来时只带着一只小行李箱过来，回去时却是大包小包、大箱小箱的，那都是周鸿林的父爱。爸爸，后天我会过来给你拜年的。后天大年初1了。周鸿林笑道，洋洋若是过来，让妈妈提前打电话告诉爸爸，爸爸去楼下等着你。好。爸爸，过了年我就5岁了。小家伙话多，跟爸爸很难聊。周鸿林伸手摸摸儿子的头，是呀，洋洋都5岁了。4周岁、虚岁、5岁。离婚时，洋洋说话都还不利索。转眼，洋洋成了个话痨、社牛，也是幼儿园中班小朋友。年后的9月份，洋洋就要读幼儿园大班，然后就进入小学阶段。时间过得特别快。爸爸，我会快高长大的。我要多吃饭，以后长高高，我要保护妈妈。洋洋真乖。周鸿林夸着儿子，心里却酸酸的吃味。洋洋说保护妈妈，没有说保护爸爸。海林以后身边会有保镖跟随，压根儿就不用儿子保护他。爸爸，我陆叔叔和妈妈结婚的时候，你过来喝喜酒吗？我要给妈妈当花童。周鸿林，你陆叔叔请爸爸去喝喜酒，爸爸就去，他不请，爸爸就不好过去。喜事不请不到，白事不请自到，这是习俗。洋洋哦了一声，他说道，我听陆叔叔说过，他说等他和妈妈办婚礼，一定会给爸爸送请柬的。爸爸，陆叔叔真的很好的，他对我很好，不是坏人。小家伙很努力要的化解爸爸对陆叔叔的误会。周鸿林心里酸楚，面上还带着点笑，回应着儿子，你陆叔叔不是坏人，他对你和你妈妈都很好，你们母子俩跟他一起生活，爸爸很放心。再酸，周鸿林也得承认，陆东明对洋洋母子俩真的是掏心掏肺，比他这个亲爸爸还要好。海玲再嫁，选择陆东明也很好，哪怕陆东明现在还坐轮椅，他又不是没有办法恢复。等陆东明恢复，他依旧顶天立地，是海玲母子俩的依靠。洋洋，洋洋，周母在厅里叫喊着。周鸿林对儿子说道，你奶奶叫你了，你出去看看。洋洋嗯了一声，扭身就走出了房间。奶奶。周鸿林听到儿子脆声叫着奶奶，脸上挂起笑意。他还是喜欢和儿子还有父母一起，真不想将洋洋交给陆东明呀，但洋洋的抚养权是归海玲的，况且洋洋跟着海玲比，跟着他更好。为了儿子的将来，周鸿林都不能和海玲争夺洋洋的抚养权，他几乎每天都要出去跑车。洋洋跟着他的话，他没有时间照顾洋洋，将洋洋交给父母带着，周鸿林是不放心的，更怕姐姐带着外甥过来。父亲现在是醒悟了，不会再偏着小宝，但是母亲很容易就被大姐游说偏向小宝的，毕竟姐姐的3个孩子都是父母带大的，感情更深一点。洋洋，这是爷爷奶奶给你的过年压岁钱。周母将他夫妻俩准备好的2个大红包递给洋洋，洋洋不接，他看着奶奶，很认真的道，奶奶，我有钱，我不要你和爷爷的钱。妈妈说，爸爸赚钱不容易，爷爷奶奶的退休金也不多。听了孙子稚嫩的话，周母心里那个悔啊，她蹲下身去
将洋洋搂入怀里，片刻才松开了洋洋，温声说道：“爷爷奶奶也还有点钱，给你的压岁钱还是给得起的，你有钱那是你的，爷爷奶奶给你是爷爷奶奶的心意，拿着哈，拿回去让你妈妈帮你存着，以后读大学用。”周父也让洋洋接过2个红包，洋洋犹豫着：“奶奶，等下问问我妈妈，妈妈让我拿，我再拿，可以吗？不过我先谢谢爷爷奶奶，以后有空我会让妈妈送我过来陪陪爷爷奶奶的。”小家伙未经母亲同意，坚决不肯接2个大红包。周母无奈的道：“行，等会儿问了你妈妈的意思再拿。”他将2个红包揣回衣袋里，再抱起洋洋，站在房门口问周红林：“红林，你帮洋洋收拾好东西了吗？今天有点冷，别让海玲等太久了。”他们一家人都邀请海玲夫妻俩上楼等着。海玲婉拒了他们的好意。周母知道海玲是怕陆四少不开心，也怕陆四少在他们家不自在。陆四少有福了，能娶到海玲。好了好了，周红林将儿子的东西全塞进了小行李箱，拉上拉链，然后提着行李箱出来。周父将他们给洋洋准备的东西全都拿上，一家人送着洋洋下楼去。海玲和陆东明在楼下等着。陆东明不怎么说话，视线盯着1楼的电梯入口，等着洋洋从里面出来。海玲则是和左邻右舍聊天，时不时留意一下陆东明。他们俩才领证几天，属于新婚夫妻了，有他陪伴在侧，陆东明还是一天要和洋洋视频好几次，比他这个亲妈还要牵挂着洋洋，更是时不时就唠叨着，不知道洋洋在周家吃得好不好，睡不睡得着，周红英的儿子会不会欺负洋洋。洋洋是学了功夫，但还不扎实，况且他被教育得很好，轻易不会动手。陆东明就担心洋洋会吃亏。海玲觉得陆东明比周红林更像是洋洋的亲爸。洋洋下楼了，陆东明说着，人跟着起身，大步走向洋洋，连轮椅都不坐了，他是能走上一小段路的。海玲担心他会摔倒，连忙撇下邻居，跟上他的脚步，嘴上提醒他：“你慢点，小心别摔着。”保镖没有跟着来呢，他喜欢一家3口相处，所以不想让保镖跟随。妈妈，陆叔叔。洋洋一出来，看到走过来的父母，也是当即就撇下了亲爸，跑向陆东明。陆东明停下来，他坚持不了太久，现在停下来，还能站着等洋洋跑到他的跟前，他可以抱起洋洋。洋洋，等洋洋跑到陆东明蹲下身去，等洋洋扎入他的怀里了，他抱着洋洋吃力地站起来，不是洋洋有多重，是他腿脚不便，抱着一个孩子起身就会觉得有点吃力。抱起洋洋后，他先是和洋洋脸碰脸，搂紧洋洋，不停地问着：“洋洋想陆叔叔吗？”想。洋洋每天都想陆叔叔，也想妈妈，还有小姨和姨丈他们，我想很多人。陆东明笑了，他又将洋洋举高高，逗得洋洋哈哈大笑。最后他让洋洋坐在他的肩膀上，对洋洋说道：“陆叔叔可想你了，想疯了，恨不得昨晚就过来接你回家。走，现在咱们回家。”洋洋抱住他的头，防着自己掉下去。陆叔叔，你能走路了吗？陆东明边往前走边说道。陆叔叔能走一小段路的，但还不能走太远的路。陆叔叔坚持做复健，1年后肯定能像洋洋这样能跑能跳的。到时候陆叔叔带洋洋去骑马，出海打鱼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骑马。洋洋长大了点，在动物园看到过别人骑马，哪怕是拍照的，他都羡慕，也想骑马。不是拍照的那种，而是骑着马奔跑。妈妈。看到海玲近前了，洋洋笑嘻嘻地叫着妈妈。海玲伸手要把她抱下来，陆东明不让，他说道：“洋洋喜欢这样做，就让他坐着，他又不重，不会压到我。你去拿洋洋的东西。”
海玲只得叮嘱着你俩小心点，你小心脚下，若是坚持不了，就坐下。陆东明笑道：这小段的路我还是能坚持的，不会摔着洋洋，摔着他自己都不会摔着洋洋。周红林拉着儿子的小行李箱过来，周父周母都是大包小包的给洋洋以及海玲准备了一些年货。相较于洋洋带回来的补品，他们准备的年货不值什么钱，但是他们的一点心意。海玲，周红林叫了前妻一声，将儿子的行李箱递过去，说道：洋洋的东西都在箱子里，玩具他拿不了那么多，还留了一些在家里，他说下次过来可以玩。我们给洋洋买了几身新衣服，箱子里塞不进去了，就用袋子装着。说着，周红林从父母手里拿过那些东西，除了给儿子买的新衣服、新玩具，就是给海玲的年货了。我爸妈给你准备了一些吃的，过年的时候可以吃，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我们做不成夫妻了，但还是洋洋的爸爸妈妈，可以当成朋友或者亲戚走动的。周红林现在只敢奢求一下，他与海玲再见亦是朋友。海玲看了看那些东西，的确是很平常的，不算贵，她便收下了，并向周家人道谢。周母又拿出2个大红包递给海玲，对海玲说道：这是我们当爷爷奶奶的给洋洋压岁钱。洋洋说要问过你能不能收下，你帮洋洋收了吧。我们俩老没有太多的钱，红包小一点，让洋洋不要介意。顿了顿，周母补充的道：今年我们给洋洋的压岁钱比小宝兄妹3人的多的，以前他偏疼外孙，给女儿3个孩子的压岁钱都比洋洋的多。他觉得给洋洋的压岁钱最后会被海玲拿走花掉，所以给洋洋的压岁钱往往只有200块钱，给外孙的则是人均2000元，做得太出格了，他都不敢让海玲知道。海玲只知道他给外孙的红包大个，不知道真正有多少钱。海玲说道：利是利是，有就行。叔叔阿姨退休金不高，不用给洋洋包太大的红包。管城的过年红包普遍是10元、20元一个的，能收到100元的红包都是横财了。拿着吧，我们当爷爷奶奶的也当得很失败，过去太过于偏爱外孙了，对洋洋不好。如今希望能够好好补偿洋洋。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花销，一家3口人吃饭，也不用买太多的菜，每个月能省下1个人的退休金，不缺钱花的。只要他们不再补贴女儿，以夫妻俩的退休金，其实小日子能过得很潇洒。周母硬是将2个红包塞给了海玲。海玲，过去是我们不对，不管我们做错了什么，我们都知道错的了，我们还是洋洋的爷爷奶奶。以后每个月能让洋洋回来住上2天吗？我们老了就想着孙子。周母请求着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让红英再利用洋洋要钱要东西的。红英已经让他爸赶回家了。海玲说道：阿姨，我说过你们想看洋洋，随时都可以。洋洋若是愿意回来住上2天，我也会送他过来。若是我不在家，彤彤也会送洋洋过来。他是尊重儿子的选择，儿子愿意过来住2天，他就送过来。儿子不愿意，他也不会帮着周家劝说儿子。孩子开心最重要。周母看向跟陆东明比亲生父子还要亲热的孙子，再看看儿子，在心里叹着气，嘴上却说道：只要洋洋愿意，你就让他回来住2天，1个月能住上2天，我们也能陪陪他，培养一下婆孙感情。周叔阿姨，外面风大，你们回去吧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海玲接过了钱公婆为儿子准备的所有东西后，说了声再见，便在周家人的目送下走向那对等着他的父子。洋洋已经从陆东明的肩膀上下来，陆东明也坐到了轮椅上，他抱着洋洋，父子俩等着海玲过来。见海玲拿着大包小包，陆东明对洋洋说道：洋洋，咱们得帮妈妈拿点东西。好。洋洋滑下地，他上前去拿自己的小行李箱，
行李箱有滑轮，他能拖着走。海玲也由着他拖行李箱，陆东明则是从他手里拿过那些东西，一股脑往自己的大腿上放，嘴上说道：“咋这么多东西？我记得宋阳阳过来时没有这么多东西的，是爸爸给我买了新衣服，还有新玩具。有些玩具我实在带不走了，就留在爸爸家里，以后过来住的时候可以玩。”洋洋抢着回答：“爷爷奶奶还给我们准备了吃的，说是年货。”陆东明笑道：“这样啊，难怪东西多了。你向爷爷奶奶道谢了吗？他们给我们准备了那么多吃的。”“谢了。”陆东明对老婆大人说道：“周叔给咱们送了这么多东西，回去后你让人给他们也送点东西过来吧。怎么说都是洋洋的亲爸亲爷奶，他已经抱得美人归，得到了周红林的亲生儿子。洋洋以后是跟着他生活，哪怕没有改口叫他爸，相信在洋洋的心里，他也是爸爸。”陆东明就大度了很多。海玲嗯了一声，送洋洋过来的时候，他没有准备那么多，是担心会遇上周红英，被周红英全都拿走。以前大姑姐的性子，就算一次不能全部拿走，隔天也会过来继续搬的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海玲推着陆东明走，洋洋拉着小行李箱跟着，一家三口有说有笑的。上车后，陆东明问洋洋：“洋洋要去小姨家里吗？”“要，我也好想小姨，还有一仗，我还要去姨婆家里，还有沈阿姨家里。”海彤和沈小军小子还是有良心的，知道想他们不枉他们疼他一场。陆东明宠溺地道：“把东西拿回家，咱们就去你小姨家里吃饭，你小姨家里热闹。”他又对海玲说道：“除了老六，战印的弟弟们都回来了，热闹得很，等会儿咱们就过去。还有我爸妈，他们也说要过去热闹热闹。陆家别墅不如油油山庄大。”陆太太便想跟着儿子一家子去油油山庄做客，反正过年期间都是这家里坐坐，那家里坐坐，吃吃喝喝，打打牌，年轻人可以放松神经。年初三之后，战家的年轻人估计都会跑出去玩，本地自驾游或者坐飞机去其他地方，他们都是利用年假出去散心。若不是老太太要求他们过年一定要在家里过年，并且陪长辈到年初三，他们可能年前就全都飞走了。海彤不能飞，他大着肚子就是本地自驾游，战印都不太同意呢。好在油油山庄足够大，山脚下又有很多工人，无聊时他便跟着老太太一起到山脚下，融入那些工人家里去，听大家谈天说地，日子倒也过得快。战一阳回到家后，第一时间就去找家里的老佛爷。老太太不在庄里，在山脚下，但在哪一家不知道。战一阳没有一家一家去找，直接打电话给奶奶。老太太好一会儿才接听他的电话：“老四回来了，奶奶以为你不打算回来过年呢。”老太太在电话里嘿嘿的笑：“怎么样，找到你的狐狸了吗？你上面那几个哥哥都抱得美人归，就差你们这3个了。老五比你快，他说5·1假能带未婚妻回来。老六想来也比你好吧，他们不像你。奶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有话想跟你说。”战一阳要求奶奶不想让别人看到，哄着老佛爷回来。老太太大概猜到了他想做什么，说道：“奶奶不在山庄里，和你大嫂出来逛街了，没那么快回去，有什么话在电话里说也是一样的。奶奶晚上回来吗？不一定哦，可能会在市里过夜，反正有地方住。”战一阳深吸几口气，说道：“那我明天再和奶奶好好的聊聊。明天都是除夕了，大家都忙，奶奶哪有空和你聊？你想说什么就说，奶奶听着呢。奶奶又不是耳背，电话里还能听清楚的。没事，不着急。除夕奶奶没空，大年初1、初2有空吧？大年初2，老太太的几个儿媳妇都会带着孩子回娘家。老太太没有女儿，她娘家倒是还有侄孙的，但她很少再回娘家，
都是侄孙们过来给他拜年。战义阳想着年初2就不跟母亲去舅家了，留在家里求奶奶跟他说老实话，最好就将狐狸便是杜雨萌的证据交给他，让他拿着证据去找杜雨萌。只要证明了狐狸就是杜雨萌，他的世界天都亮了。行吧，你现在不着急，不想说那就不说了。奶奶挂电话了哈，跟你大嫂看花去。说着，老太太便挂了电话，就是要让老四急一急。战义阳嘴角直抽，他们山庄里花儿最多了，山脚下还有成片成片的花海，想看花在家里就能看个够，需要跑到市里去。奶奶就是小孩子心性，过年了喜欢到处逛看热闹，到处都充满着过年的喜庆，老人家就觉得开心了。老太太挂了电话后，对身边的海童说道：彤彤，你上次提点了老四，他现在想到了来求我了。提点了他，感觉用处也不大。他没有证据证明他爱的人就是杜雨萌，杜雨萌只要咬成不承认，他就没有办法了。宁云出笑道：还好我和一晨没有被奶奶耍得团团转的。乔涵也是一脸的庆幸，老太太玩得太花了，亲孙子都被他耍得团团转的。你们都是好孩子，就老四不听我的，以为我会害了他吗？我其他本事没有，看人的本事还是可以的。老太太自夸了一句，几个孙媳妇立即夸赞她一番。他老人家若是无能的话，就没有人有本事的了。